就是会让我梦回 Boys Planet 的时候那个乌嘟里奇个吧啊！我觉得 EXO 的歌呢，就是选秀的魔王题。再去 B 房间又被踢出来，哇，脸臭到不行！我爱你，姐姐，亲亲，就是干嘛啦？想怎样？不要骂讨厌。Hello， 大家好，我是宝健。今天这支影片呢，帮大家做的主题啊，是大家敲碗敲到爆掉的。我真的每一天都会收到1到2则的私讯，说请我做看这个主题，就是呢关于 School 我的一个复盘影片跟一个观影心得啦，好不好？那这支影片呢，我就整理了1到4集，就目前的进度上，我自己看完的心得感想，然后以及呢，我觉得这个节目它有哪些地方是很厉害的，它有些地方是我觉得有点尴尬的，我都会把它讲出来，跟大家好好的分析一下，讲解一下。那如果呢你有看这档节目，或者说是你真的在犹豫要不要追的人呢，你可以先看一下我这支影片。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们就看下去了 ，Let's go。首先呢，我先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它前4集来干嘛好了，以防有些可能还没有开始追的人。我觉得它整个的节奏啊，就真的非常的韩国的选秀，就你印象中的韩国选秀长怎样的节奏 ，School 就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包含了前2集就是初舞台的评价嘛，后2集呢就是主题曲的评价，然后跟第一次公演的选歌，大概就是这样子的概念跟那个节奏去进行。那前2集初舞台的评价呢，我自己觉得还不错看的，就是有比我预料中的还要好。虽然说还是有几组是他们表演的时候会让我觉得，奈安呢，就是会让我梦回 Boys Planet 的时候那个乌嘟里奇个吧，乌嘟里奇个吧的那个感觉，你知道吗？或者是红房子或蓝房子要出现了的那种感觉，就是有几个你会觉得说，听起来真的很赤裸的，就会让人血淋淋的呈现在眼前。所以呢，就是表现好的选手就会看起来非常亮眼，因为他可能唱歌很稳，舞蹈跳的又好。如果你是真的没有训练过的人的话，你看起来就有点哩哩啦啦。然后呢，因为他也是用那个现有的 K-pop 去做表演的嘛，我觉得一方面这个好处是在于说，你可以直接吸引到很多人的关注。例如说，我可能原本是 One Door， 然后我原本不知道这个节目在干嘛，但是因为有人表演了那个 One and Only， 我说，那我去看一下好了。但我觉得这个就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因为你一方面你吸引到大家关注，但2方面就是如果你实力真的很烂的话，大家就会拿你跟原唱做比较，说怎么唱成这样子啊，这样还敢来选秀哦，你知道吗？就会很多这样的评价。可是就是也一方面也是好事，代表说有关注度嘛，有大家看到他们的表演，我觉得也不算坏事。然后在最后呢，就当大家都以为结束的时候，他们殊不知也有韩国的选手来报名参赛，所以他们等于是说呢，会跟韩国的选手一起做竞争啊，一起做出道位的竞争这样子。可是导师呢，他们也很诚实的说，他们就会对韩国练习生比较严格一点，因为毕竟呢，他们没有语言的隔阂，他们就是唱自己的母语的歌，所以比较简单。然后再来是受到训练，一定也比较扎实。那如果大家都在同个起跑点的话，好像会有点不太公平。所以在一开始出舞台的时候，他们就有说他们会对韩国的选手比较严格一点点。但是呢，到比赛的后期呢，大家就是各凭实力了。我们就是自己，你知道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了嘛。我们让你进来了，你就是要跟韩国选手一起去选择，一起去做比较。那如果你到时候实力还是不如别人的话，那抱歉，我们就不可能对你宽容了。所以我觉得他们的游戏规则讲的算是很清楚的。在第3跟第4集呢，像我刚刚讲了嘛，它就是一个主题曲的评价跟义工的歌曲的选择。我觉得呢，整个看起来就让我觉得来了，选秀的那个味儿来了，选秀那个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来了，你知道吗？在第3跟第4集看到了。然后呢，因为主题曲它是做选拔，就是选出 Ace， 他们叫做梦之队，对，他们的 Ace 叫梦之队。如果呢你跟我同个年代的话，就是大概1997左右的，你应该小时候会很常看一个韩综，是那个《出发吧梦之队》，就是那个银赫啊、敏豪啊、Crystal 啊，他们你知道很强，在上面就是这样狂奔，然后就这样极限体能王挑战。所以我看到梦之队这个名字，我真的有点微出戏，我说怎样是要去跑步了，是不是？怎样是要去那个翻山越岭了，是不是？会自己一直幻想很多东西，但没有，它就是叫梦之队，他们的 Ace 组合。那主题曲呢，他们就是选了7个 Ace， 在主题曲的那个 MV 之中已经看到是谁了嘛？然后 Ace 就是子晨，那子晨呢，他也是历经了千辛万苦，然后终于被选上了当 Ace 这样子。我觉得整个过程中呢是好看的。然后我觉得 School 它比较特别的是，因为它的主题曲分成了2个风格嘛，像我之前介绍过的一样，它是让观众去投票，说你比较适合 A 风格是比较可爱青春，还说是 B 风格是唱 rap 居多，比较 crush 一点的感觉，就是让你自己去选择，让观众去做投票。那他们就因为这样就兵分2路，分成了2队要去做进行啦。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过程中是让观众有参与感的同时，然后也让他们自己知道说，其实观众的每一票对他们来说都非常重要，因为就有人因为观众的关系，所以导致自己选到了自己不想要去的那个风格。那因为其实我们都已经看到主题曲的 MV， 所以就比较没有悬念的在看这一趴，就是知道说
啊，到时候就是奇文是这个怕啊，子晨就是 S 啊，谁就是这样的，就是我已经自己就知道说这个地方就是谁谁谁，所以当他们还在那边互相竞争说谁要选这一趴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说就是他了，你知道，比较没有悬念在看这一趴，我觉得有点可惜啦，就是比较减少一点参与感。可如果呢你是没看过 MV 的人的话，你在看这一段，你就会觉得说原来是这样子来的，原来是怎样怎样的，就会有这样子的感觉。但我觉得这是因为每个选秀节目它都是这样子嘛。那一公的主题就是 K-pop 的世代 PK。那什么叫世代？就它分成1世代、2世代跟3世代的男团的歌曲，然后各选2首歌去做 PK 啦，包含了像选了 HOT 跟神话，然后 Infinity 跟 Beast 就是现在的 Highlight， 然后跟3世代就是 Monster X 跟 EXO， 就这总共有6个男团的6首歌曲，然后去做 PK 对决。那他们怎么选呢？就一样是让你去自由选择，你就说好，那现在就开放每一个歌有几个名额，6个、7个，你就自己去选择说你想要的歌曲。然后如果额满之后呢，就要用淘汰制了。那他们的淘汰制呢，就是让自己组员去自由行政去投票，可能就说好，那我们就看一下。这首歌的风格，可能因为这个舞呢比较难，所以我们要选比较会跳舞的舞担。那我们就来看你们跳一次，比较适合我们的就留下，如果不适合的就可能要请你先离开，这样子的概念啦。我觉得也算是挺公平跟挺现实的。然后呢，他们选6首歌，我觉得都超级经典的。就是1世代的 HOT 跟神话比较不熟，我就不评论。但是2世代呢选的歌，追击者的 Chaser 跟 Fiction 去做 PK， 这2首歌是不是都经典到不行？就如果你是2代粉的话，你就会狂尖叫说这就是我们当时的歌啊！对上这个刀群舞 VS 当年的年度爆曲，这2首歌是不是都很难挑战？然后重点是，我觉得更狠的是节目还有加强舞蹈难度，就他们有重新编排，所以你看像 Infinity 的那个刀群舞的代表又变更难，那要怎么刀？就刀要刀去哪？要下刀在哪里？我觉得都是对他们是个挑战，好不好？然后 Beast 的那个 Fiction 呢，也是经典到不行啊，光那个走路的舞步啊，然后跟那首歌其实又很难唱。3代的对抗是 EXO 跟 Monster X 嘛，我觉得 EXO 的歌呢就是选秀的魔王题，就是以往呢只要唱到 EXO 的歌呢，基本上很容易翻车啦，很容易翻车。为什么？因为 EXO 的歌真的太难唱了。EXO 有3大主唱。站在那，他出个3分力就可以把你弹飞了，你知道吗？那个实力就是真的很强，那个入木3分那个力度啊，唱歌那个力度哇，力透纸背到一个不得了，你知道吗？所以以往选到 EXO 的歌呢，真的就是先说加油加油，你知道会很想跟他说加油。然后他们这次选的歌是 Call Me Baby， 是EXO 的歌里面相较之下比较需要展现个人魅力的歌曲，因为比较多可能自己的镜头或干嘛的，有个一镜到底的那个机位嘛，所以我觉得相较于舞蹈跟歌唱，更注重的是个人的魅力的展现。因为如果这首歌曲你个人魅力没有展现出来的话，你对镜头放电，你放不好，我跟你讲真的糗掉，这个弯腰会糗死，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曲难的地方在这边。然后 Monster X 他们选的是 Shootout， 那 Shootout 这首歌，光那个开头我就在想谁能够担当匈奴的位置，当时就是匈奴也一阵震碎 K-pop， 好不好？就大家觉得哇，这什么歌太强了 ，Monster X 一战成名，一阵成名的。所以呢 ，Shura 这首歌也很难诠释，因为它的舞蹈呢很激烈，歌曲也很高，也很难唱。那要怎么样让这些选秀的弟弟妹妹？没有妹妹，到底谁要来占匈奴这个位置呢？就是我最期待的事情，就是我下个礼拜最想看到到底会是谁？就是那个 Monster X 那个野性感、那个野兽感要展现出来，同时又不能油掉。好难，因为如果呢你一个野性，然后野兽过了头之后，猛兽出匣，但你可能匣没有出完全，你会整个人看起来油掉，这个就不好看了。所以要如何接在那个不油到很猛中间那个 range， 就是很窄很窄那个通道，如果弟弟们能够顺利通过的话，那这一关绝对是他们获胜。但如果没有通过的话，我觉得就有点自求多福了，好不好？所以我觉得第3世代他们选的歌曲呢，真的都非常难对付。但是因为他的舞蹈都有重新改编过，所以我相信不管你是选哪里的，一定都是一个很大的难关。然后像我刚刚讲过了嘛，就是那个尴尬的场面发生的地方就在于说，因为有的人他就是可能一直被淘汰，可能我先去了这个 A 房间，然后发现说这个房间满了，然后被踢出来，再去 B 房间又被踢出来，哇，脸臭到不行。我想说哇。这个是选秀节目，这就是实境节目，你知道吗？实境节目最可怕的地方在于说，你的表情真的每一卡都要维持好，你都要 keep 住，你不能掉下来。像我之前访问过 YY 嘛，他也是说他之前录 Boys Planet 的时候，真的就是只要说有镜头，他就不能够，你知道太怎么样。所以我觉得这种时候真的很恐怖，好不好？就真的表情管理，请管理好各位，不管是谁的，你表情请不要松懈下来。然后呢，也有是可能原本这首歌就是我的第一志愿，可是后来来的人都是不想要这首歌的，那个反差感，你知道就会
落得很大，就那个 tension 有没有？就可能有人很开心说耶，我们来唱这首歌了，然后其他人可能都是那种脸上会写说。林北不想要这首歌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就整个呢很真实很 real 好不好？然后再来呢是整个我看完1到4集，我有列出了大概4点的心得感想。第一点就是我真的有一个叫做母语尴尬癌的病，就也不能说是病，但就是我自己会觉得婉油的，怎么说呢？就是像有些人不是看台湾的电视剧也会觉得说啊，他们的口白、他们的台词怎么都不自然嘛？其实有时候真的不是他们不自然，而是因为你在听他们讲中文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会觉得说，怎么有点怪怪的，怎么有点不自然？可是你看像你这些话，韩国欧巴讲出来的跟台湾人讲出来，你就是觉得有落差。韩国欧巴说撒浪嘿，努娜波波，你就觉得好可爱；但如果台湾说我爱你，姐姐，亲亲，就是干嘛啦？想怎样？你知道会有这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一个母语尴尬癌。但这并不是谁的问题，这个可能还是我们乐听人、我们观众的问题。OK， 是我自己太难搞，是我自己的问题。上一句是韩文，然后下一句突然变中文的时候，我就觉得，对，这个是那个 score， 这是 score。然后再来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很韩国的选秀的点是在于说，导师们讲话都非常的直接，就是像李弘基啊、Yuju 啊，然后跟崔荣俊老师啊，他们几个真的讲话都好直哦，就真的是说，你表现真的，你觉得这样可以上台吗？你们唱的这样子很糟糕之类，就觉得哇。这就是韩国的选秀因为我觉得韩国的选秀他们才会真的很直接讲出选手的问题在哪里，然后他们也会很直接的给你一些意见，像 YouTube 他就直接调整选手的唱法，所以我觉得也很棒，就是看起来会让我觉得很自然，很不像用 say 的。然后呢，台湾的导师像娄俊硕跟罗志祥呢，我觉得罗志祥他就会真的比较凶，然后但娄呢应该是整个里面最温柔，就他真的是讲不出什么难听的话，但他的表情也是藏不住，就如果听到那个唱的很难听的时候，他的表情也会像是吃到很难吃的东西一样，你知道。他的表情藏不住，所以我觉得整个导师呢都有各自好笑的地方，跟他们各自很中肯的地方。然后再来呢是我觉得剪辑上目前开始都很 peace 没有什么过度的恶魔剪辑的地方，就是感觉是很真实的呈现了真的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没有去过度的放大或者渲染哪个选手他可能的表现或是他怎样的行为，我觉得这个点都是我可以给过都觉得很 OK 的。好的，那今天这一集呢就帮大家介绍了关于 Score 我看完1到4集的这个的感想心情啦，所以如果呢你还没追起来的话，我觉得可以趁现在追起来，因为总共有4集的存档，你真的慢慢看，绝对是可以看得完、追得完的，而且会让我一集想接一集，因为它的预告都剪得会让我你知道很像在看 Netflix， 就觉得怎么停在这边，想接下一集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节目有做了成功的地方啦。然后再来呢，是我觉得它很棒的地方是它会在 YouTube 上上架完整版的，所以你可以直接在 YouTube 上看得到，然后有提供很多的语言，有16个还17种语言吧，你知道很厉害、很国际化的。那如果你有看的话，也可以欢迎留言告诉我你支持的选手叫什么名字，你 pick 的是谁，好不好？我自己目前 pick 的呢还是学俊，就是学俊还是我的第1名哦，好不好？好啦，那如果喜欢这期影片的话，记得把这片分享出去，我们下期见，拜拜。